得嘞，诸位，今儿咱们聊一部还没生效的法律。7月29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的征求意见稿，7章60条，8月28号截止征求意见。这是中国第一部专门针对网络暴力的法律，听着是天大的好事。可我把这60条从头到尾看完，得跟诸位说一句可能不太中听的话，这部法真正用得上，而且用得最顺手的，恐怕不是那个被几万人围着骂的普通人，是有整层楼法务的大公司，是不想被人追问的政府部门。这就是我接要跟诸位掰扯的事。现在网上讨论的都是同一个问题，这部法能不能管住网暴，下一个被骂的人能不能告赢。我想说的是，这个问法本身就走偏了，因为它背后藏着一个从来没被检验过的假定，这部法律是为受害者立的。咱们就把这个假定拿到台面上，一条一条的验。验之前，我先给诸位一把尺子，看一部法律真正保护谁，有个特别土但特别管用的办法。别光看他写了什么，看他把钱罚在谁头上。别光看他说要保护谁，看谁用得起他。一部法律最终保护谁，从来不取决于立法者写的时候心里想着谁，取决于谁用得起他。这句话是接整期节目的骨头，后面所有的分析都挂在这句话上。这把尺子往这60条上一量，重心在哪儿？清清楚楚。不过在量之前，得先说3个人。因为网络暴力这4个字今天为什么这么重？重到没人敢公开反对，答案全在他们身上。第一个叫刘学周，河北的孩子，15岁。他小时候被亲生父母卖掉，2021年底自己在网上发寻亲消息，还真找回去了。结果认完亲，又被亲生父母拉黑。他把这段经过发到网上，涌进来的不是同情，是成千上万条辱骂，说他是为了房子，说他是炒作，说他不知足。2022年1月24号，他在三亚留下一封7000字的遗书，走了。第二个叫郑玲华，杭州姑娘，24岁。2022年7月，他保研成功，染了一头粉色头发，拿着录取通知书跑到病床前给爷爷看，拍张照片发到网上。评论区说他染着头发不是正经人，说他是陪酒的，说照片里那位老人不是他爷爷，是他的金主。他把评论一条一条截图去做公证，准备起诉，折腾了半年多，一个案子都没能开庭。2023年2月19号，他因为抑郁症去世。第3个人没留下名字，只知道姓杨。2023年5月23号，武汉汉阳的虹桥小学，他1年级的孩子在校园里被一位老师开车撞倒碾压，没救回来。他到学校去讨说法，被人拍了视频传到网上。评论区说他穿得太体面，说他化了妆不像个受害者，说他是想多要赔偿。10天之后，6月2号，他从自家24楼跳了下去。诸位记住这3个人。这期节目的最后，咱们还要回到他们身上，顺带交代一句背景。在这部法之前，管网报靠的是2023年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联合出的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和2024年网信办等4个部门出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一个是指导意见，一个是部门规章，这回直接上升到法律，位阶一下子高了好几级。所以这部法是有分量的，正因为有分量，才更要看清它的重心压在哪一头。咱们先说第一层，那3个人当年真正缺的是什么？很多人有个误会，觉得网暴之所以治不了，是因为网上都是匿名的，找不着人。这个理解不对，中国的实名制早就有了。2013年9月，手机号实名制全面推行。2017年6月，网络安全法施行，把后台实名直接写成了法律。你注册一个账号要绑手机号，手机号绑身份证。也就是说，骂过刘学周的每一个账号后面都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叫什么，住哪儿，什么时候发的，数据就躺在平台和运营商的服务器里，清清楚楚。所以在中国找一个人从来不难，难的是什么？难的是这些数据不会交到受害人手里，平台不会主动把侵权者的身份给你。你想拿到，得先去法院起诉，而且往往得把平台列成共同被告，等到了那一步，平台才能合法的把上网地址、注册信息交出来。可你要起诉，得先立案，立案之后再申请调取证据。而侮辱
诽谤在中国是自诉案件，意思是法院要你自己举证。您听明白这个死循环了吗？法院让你自己举证，而你需要的那个证据恰恰在平台手里，平台不给你，你得先起诉才能拿到。郑凌华就卡死在这个环节上，他把评论一条一条截图，跑去做公证，该做的都做了，折腾半年多，一个案子都没开成庭。这还只是第一道坎，第二道坎更要命，人数。一场真正的网暴，冲进来的不是3-5个人，是几千人、几万人。您告得过来吗？您有那个钱，有那个时间吗？就算您真有，等您一个一个告完，人还在不在？所以咱们把话说到根子上，一个正在被网暴的人，真正需要的从来不是事后索赔，他需要的是止损，是有人在第一天，在头几个小时把那几万条东西给他摁住。网暴这个东西的杀伤逻辑跟一般的伤害不一样，它是在极短的时间里把巨量的心理压力砸到一个人身上。您看这3个人从事发到出事都没隔多久，人扛不住。而且我得说句实在话，能扛住的都不是普通人。一个天天在网上被骂的人，骂个10年20年，神经会长茧，再难听的话过来也就那样。可普通人不是，一个上班族，一个学生，一个家庭主妇，平时的生活里根本没有这一类经验，突然之间铺天盖地砸下来，那种感觉就像一个从没打过拳的人第一次上台就挨了一记重的，脑子嗡的一下，人是懵的。你跟他说3年以后你能拿到赔偿，没用，他要的是现在有人喊停。那么这部法给了什么？公道的讲，有进步的地方。而且我必须承认，征求意见稿里写了，受害人提起自诉，法院认为举证确实有困难的，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协助取证。公安机关应当配合，收集不到的要书面说明情况。这一条是实打实往前走了一步，他正是冲着刚才那个死循环去的，这个不能不认。但是诸位，请您注意这2件东西的性质差别。给受害人的这些条款用的是可以申请，可以要求，可以主张，这叫许可。许可的意思是你想用就用，不用也没人罚你，当然你要用得起才行。而给平台的那些条款用的是应当建立，应当核验，应当上报，这叫命令。命令的意思是你不干就要挨罚，许可和命令是2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一部法律的真实重心在哪儿？不看他给谁发了许可，看他给谁下了命令。我给诸位打个比方，您住的小区门口贴了2张告示，第一张写给业主，您如果发现可疑人员，可以向物业报告，物业可以协助您调取监控。第2张写给保安，你必须每2小时巡逻一次，必须登记每一个进出的人，必须每天上报一次异常情况，少一次罚你5000。您说这2张告示哪张会真的落到实处？第一张是好意，可它落不落地，全看业主自己有没有功夫，有没有那个胆量，遇没遇上事。第2张不一样，第2张背后有钱，有罚款，保安不干就要掏腰包。所以1年下来您会看到什么？巡逻记录写得满满当当，进出登记本一页不落。而小区里到底安不安全还是那个样子，法律也是这么回事，写着可以的条款是意愿，写着应当再配上罚款的条款才是牙齿。这就到了第2层，咱们来看钱。罚款条款集中在法律责任那一章，数额是这样的：第47条5万到50万，第48条10万到100万，拒不改正的100万到200万，第49条5万到50万，情节严重的50万到200万，情节特别严重的200万到1000万。您听出来了吗？1000万，这些钱罚给谁？罚平台。平台要干什么才能不挨罚呢？要建立网络暴力信息的监测识别机制，要按国家规定建立网络暴力信息的特征库、典型案例样本库和预警模型，要落实实名核验，要在发现风险的时候采取措施，限流、暂停更新、加风险标签，还要向有关部门上报。那我问诸位一个问题，这套监测系统平台以前有没有能力做？有。一个话题的浏览量、检索量、评论量、举报量在短时间内暴涨，这在后台是一清二楚的事，不需要什么高深技术。也就是说，几万个人同时围攻一个15岁的孩子，平台的后台从第1个小时就看得见。那他为什么没管？因为那是流量啊，争议就是热度，
热度就是钱。一个社交平台如果天天你好我好，那它就没活力了。所以隔三差五闹出一个全网事件，对平台来说不是麻烦，是业绩。很多时候不但不拦，还要推一把。从这个角度说，把责任摁到平台头上，方向是对的，甚至可以说有前瞻性。因为受害人最需要的止损能力，恰恰只有平台有。可问题就出在这儿，那个开关现在握在谁手里，他又在怕什么？咱们把平台这个角色的变化说清楚。以前的平台是什么？是流量的受益者。现在的平台是什么？是一个怕罚款的私营的执法者。您琢磨琢磨这个身份，一个私营公司被要求去判断哪句话是网暴，哪句话是正常发言，判错了要罚1000万。您要是这家公司的法务负责人，您怎么办？答案不用想，宁可错删，不可漏删。删错一条，成本是0，用户投诉2句，没人会因为这个罚你钱。可漏掉一条，万一后面出了事，1000万，这笔账是个人就会算。还是那个小区的比方，假设物业跟保安说，你要是放错一个坏人进来，罚你1000万，你要是拦错一个好人，不罚钱，那这个保安会怎么干？他会把所有人都拦在门口，业主回家忘带门卡，对不起，不能进。快递员送货，对不起，登记也不行。他甚至懒得判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因为判断本身就有风险，而全部拦下来是零风险的。您可能会说，那业主不投诉吗？投诉，可投诉的代价是保安写份检讨，是物业发个道歉声明，跟1000万比，这根本不叫代价。内容审核就是这么运转的。你那条被误删的评论，对平台来说，连一份检讨都不用写。我得在这儿说句公道话，这不是中国独有的毛病。美国有部数字千年版权法，里头搞了个通知删除机制。版权方给平台发个通知，平台先删了再说。你要是觉得删错了，自己去申辩，本意是保护创作者。结果20多年下来，滥发下架通知成了一门产业。有人专门拿它去删竞争对手的内容，有人拿它删对自己不利的评论，甚至有公司先把批评自己的文章原样抄一遍，伪造一个更早的发布时间，再以版权方的身份要求平台删掉原文，平台照删不误，因为它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去核实。欧盟的数字服务法也一样，它给平台压了更重的责任和更高的罚款，于是平台为了避险而过度删除，从立法之初就是最大的争议点，到今天也没解决。您看，一边是资本主义的版权巨头，一边是欧洲的监管机构，制度环境差得远，可结果是同一个平台，一手拿着判断权，一手被罚款吊着，他就一定往删的那一边倒。只要你把判断责任和高额罚款一起压给平台，过度删除就是必然结果。这是制度设计的固有缺陷，跟哪国人品无关。但是差别在哪儿呢？差别在于，在那些地方你被误删了，你能告，有一个跟平台没关系，跟监管机构也没关系的法院，会独立的看一看你那句话到底算不算侵权。这个纠错回路虽然慢，虽然贵，但它在。而咱们接下来要说的这部法里，这个回路的关键零件是缺的。这就到了第3层，也是我认为最要命的一层，2个字：组织。征求意见稿第2条是网络暴力的定义。原文是这么写的：通过网络对个人、组织集中或者持续实施的侵害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个人信息等合法权益的活动。诸位，把组织这2个字捐出来。什么叫组织？公司算组织，事业单位算组织，政府机构也算组织。也就是说，从这一条开始，一家公司可以主张自己被网暴了，一个政府部门可以主张自己被网暴了。再看后面那3个字，荣誉权。荣誉权这个东西跟名誉权不一样，名誉权保护的是别人对你的社会评价，荣誉权保护的是你正式获得过的荣誉称号和奖励。这就有意思了。咱们设想一个特别常见的场景，某个单位拿了个奖，或者某位人士评上了个称号，网上有人开始扒这个奖的评审标准是什么，评委都有谁，为什么是他不是别人，一个人扒10个人转，几百条评论跟上来。按这部法的定义，这算什么？集中或者持续发布的侵害荣誉权的信息。您可能会说，可我说的都是真的。
可这部法的定义里并没有把内容是否属实当成豁免条件，它的落脚点在集中和持续这两个词上，也就是说，判断的是形态，不是内容。一个奖到底是怎么评出来的，本来是公众最有权知道的那类事，现在追问的动作本身在数据上就长得像一场网暴。咱们来看看这两个字到底改变了什么，用一个真事做对照。2017年12月，广州有位医生叫谭勤东，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说红毛药酒不适合老年人喝，标题里用了来自天堂的毒药这么个说法。内蒙古的红毛国药报案，说这篇文章造成了80多万的退货损失，后来认定是140多万，严重损害了企业声誉。2018年1月10号，内蒙古凉城县公安局跨省到广州，从他住的楼里把人带走，刑事拘留。1月25号，检察院以涉嫌损害商品声誉罪批准逮捕，他在凉城县看守所被关了97天。4月17号取保候审出来，内蒙古检察院认定这个案子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件事当年闹得全国皆知，新华社连发3问。现在咱们把这条路拆开看看，企业当年要走完它，得付出什么？第一，他用的是刑法里的损害商品声誉罪，那是刑事犯罪，有门槛，得凑够数额和情节。第二，他得动用警察，还得跨省。第三，整个过程是公开的，抓人这个动作本身就会引爆舆论，企业自己要承担被反噬的风险。事实上，红毛药酒后来的名声就是从这件事开始崩的，也就是说，那条路很贵，而且很响。现在这部法开出来的是另一条路，组织成为网络暴力的受害人，集中或者持续发布损害组织名誉权的信息，就构成网络暴力，不需要够上犯罪门槛，不需要惊动警察。企业向平台主张自己遭受了网络暴力，平台按照这部法就有删除、限流、封号的义务，不处理，平台自己挨罚，最高1000万。您体会一下这个变化，出面的是平台，企业连名字都不用录，没有跨省，没有抓人，没有全国皆知，一封投诉，一个后台工单，悄没声的就办了。当年要动用国家机器，闹到举国哗然才能办成的事儿，现在变成了一次内容审核。而且您想想，集中或者持续发布这几个字在数据形态上意味着什么？一批消费者觉得某个产品有问题，集中去打差评，这在后台是不是集中发布？一群维权的人建了个群，接力发帖不让事情沉下去，这是不是持续发布？从数据上看，它跟一场网暴长得一模一样，那怎么区分呢？这就要说到第59条了。整部法律里唯一的豁免条款就是这一条，原文是依法通过网络检举揭发他人违法犯罪或者实施舆论监督的，不适用本法。这条写得不错，舆论监督不算网暴，这是应该的。可是诸位，关键在头2个字，依法。什么叫依法的舆论监督？什么叫对组织的网络暴力？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哪儿？翻遍这60条，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那么谁来判断？判断权在受理的那一方，平台在受理，监管部门在受理。我说你是依法监督，你就是依法监督；我说你这是网络暴力，你就是网络暴力。您再往深想一层，如果平台把您的帖子删了，把您的号封了，您有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是在做正常的舆论监督？我把这60条从头看到尾，没有，这部法里没有给您这样一个通道，认定权在别人手里，您手里什么都没有。所以现在咱们可以回答开头那个问题了，这部法律真正保护谁？咱们不猜动机，就摆事实，算成本。一个被几万人围攻的普通人，要用这部法维权、自诉、自己举证，拿不到后台数据要申请公安协助，几万个被告告不过来，要钱，要时间，要精力，要熬过那半年。一家公司要用这部法自保，法务部发一封投诉给平台，平台不删，罚1000万。同一部法律给两边的成本差了好几个数量级。现在回到开头那把尺子，我说别看他写了什么，看谁用得起它。量到这儿，答案已经摆在桌面上了。这部法写的时候心里想没想着受害者，我不知道，也不打算猜，但能把它用起来的是法务部。说到这儿，我想讲一个比法条更深一层的东西，网络暴力这4个字今天为什么有这么重的道德分量？
不是因为他写在哪不法理，是因为刘学周、郑林华，还有那位从24楼跳下去的母亲，是因为这些具体的人、具体的死亡给这个词灌进了血。今天谁要是说一句网暴不算什么，全社会都会跳起来反对他，这个共识是拿命换来的。现在把公司、事业单位、政府机构塞进同一个词里，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家公司主张自己被网暴的时候，他调用的是这3个人传下的道德分量。你要反对他，你在语义上就站到了支持网暴那一边。这不是法条技术问题，这是词的挪用。一个为最弱者造出来的词，现在被交给了最强者当盾牌。您可以想想这里头的荒诞。一个15岁的孩子，几万个人围着骂他，他没有公关部，没有法务部，没有一个人替他说话，最后自己走了。而一家年利润几十亿的公司，有整层楼的法务，有合作的律所，有随时能发通稿的公关团队，有跟平台直接对接的政府事务岗。现在他跟那个孩子共用同一个身份，叫网络暴力的受害人。这2个受害人之间隔着的不是一点点距离，而且征求意见搞的起草说明里有一句话说的挺直白，网络暴力破坏营商网络环境。您看营商环境，咱们这个节目从来不给诸位灌鸡汤，但只有我想说一句有用的，这件事现在还没定。8月28号之前征求意见期还没结束，这不是既成事实，是一份草案。我知道很多人会说提意见有什么用，我不跟您争这个，但有一条具体的东西值得被说出来，而且值得被反复说。第59条应当写清楚，针对公权力机关以及面向公众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企业的批评推定为舆论监督，要认定它构成网络暴力，举证责任在主张的那一方。就这一句，有了这一句，这部法就还是一部保护普通人的法。没有这一句，它保护谁得看谁的法务部更大。正常的立法逻辑本来就该是这样，对强者和弱者不能用同一把尺子。一个人的名誉和一家掌握着巨大资源的公司的名誉，一个普通人的隐私和一个政府机构的形象压根就不是一回事儿，怎么能塞进同一个定义里，给同样的保护？最后咱们回到开头那3个人，刘学周、郑林华和那位姓杨的母亲，他们需要的东西其实特别简单，他们需要有人在第一天，在最初那几个小时把那几万条东西摁下去。这部法里恰恰有实现这件事的能力，平台的监测、识别、预警、限流、暂停更新，这一整套东西写进去了，能力是有的。问题是这个能力的开关握在谁手里，而他真正怕的又是什么？平台怕的不是没保护好您，翻遍那些罚款条款，没有哪一条是因为没能及时保护受害人而罚钱的，他怕的是没建库、没核验、没上报。所以他的理性选择是系统建得漂漂亮亮，报告写得整整齐齐，该删的删，该封的封，该报的报。至于您有没有被保护到，那不在他的考核表上。一部法律的效果从来不是由他的善意决定的，是由他设置的激励决定的。这句话咱们这个节目已经说过3期了。第1期讲一纸文件治不了内卷，第2期讲不透明不是无能是选择，今儿这一期讲一部法律真正保护谁得看谁用得起。底下是同一件事，别听他说什么，看他让谁付出代价，让谁省下成本。好了，今儿这期就聊到这儿。8月28号之前，这份草案还在征求意见。您要是觉得刚才那句关于第59条的话有道理，不妨去说一说。说了不一定有用，但不说就一定没用。爱听不听，因其名矣，求其有声。咱们下期见。